耐心看完这一集，我保证你会觉得赚到了。会点开这一集观看的你，肯定是认可旅行保险非常重要这一个观念。我承认，当你开始关注旅行保险的时候，它的价格的确是会让人产生犹豫。决定要购买旅行保险的时候，保险公司会表现得异常的爽快，而当索赔发生的时候，保险公司似乎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在已有10几年的邮轮旅行行业的生涯中，听了见了太多的故事，总结了不少可以帮你节省旅行保险开支的，又有足够保障旅行者利益的好方法。今天必须教会你。继续关注已有的频道，谢谢你。Hello， 已有来啦，已有来啦。很多我的粉丝是看了已有1年前的那一条旅行保险的视频而开始关注我的，当时已有的 subscriber 只有600多个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条视频到了今天已经被看了10几万次。得知那么多的观众因为已有的视频对旅行保险开始重视起来，我真的可以放心大胆的跟大家推荐更多好玩又值得玩的邮轮行程，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勇敢的探索这个世界。为了今天这一集的视频足够的专业，足够的 update， 我特地去请教了一个曾经共事多年的老同事。虽然他今天已经不再卖邮轮船票，但是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专业的全职保险顾问。像这样又懂得邮轮旅行规则，同时又是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这样的人才是不是凤毛麟角？其实也只有他才能够明白已有想了解的重点到底在哪里。这一集有很多关键的内容，可要好好谢谢我这位旧同事。又是干货满满的一集，有没有准备好你的小笔记本？我们重要的内容开始了。OK， 已有建议所有的65岁以下或者是65岁左右的观众都要去申请一张拥有旅行保险福利的信用卡。只要你符合这张信用卡的使用规则，不单单是你，如果你是一个4口之家，老公老婆加上2个小朋友，都可以享受这一张信用卡给你带来的保险福利。已有今天敢那么大声，那么有底气的在第一个推荐中就推荐，其实是因为我本人已经是这一类信用卡受益很多年的老用户了。不要来问已有到底用的是哪家银行哪个信用卡，因为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大银行都有这个类型的信用卡供您选择。也有可能你捏在手上已经用了很多年，但是你没有真真正正的把它派进用场，分分钟帮你们全家省下好几百块钱的保险费用。在已有的使用经历中，像这一类的旅行优待的信用卡，不单单只是给你旅行保险，而且它还可以给你积累旅行点数。差不多从7、8年前开始，已有搭邮轮，比如说我要早1晚去的酒店，晚1晚回来的酒店，包括短途的飞机，比如说加拿大境内的飞机，比如说我只是需要飞去美国几个小时的短途飞机，全部都没有自己额外再花钱，都是使用我这张信用卡中积累起来的点数。既然要在旅行这条路上大干一场，我们就一定要未雨绸缪。如果你手上没有类似这样的信用卡，请你去咨询你们当地你最信得过的那家银行有没有类似的信用卡，申请一张。同时你一定要问清楚这张信用卡中包含的旅行保险到底包含哪一些内容，比如说几岁到几岁的年龄段才属于它可以赔偿额度最大的那个范围呢？比如说它总共赔你多少天的旅行呢？有没有包括行程中断保险？有没有包括 trip cancellation， 在你没出发之前就已经决定自己去不了，花钱买的飞机票和船票都可能浪费的情况下，有没有的赔？同时还有很重要的医疗保险，它到底是怎么赔？最后也有一定要送上一个温馨提示，问一问它有没有 deductible， 有没有垫底费，有没有上限。好，每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银行、不同的州，很有可能这些条款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也有再次强调一下，一定要在你原居地当地来搞定这一些事情，并且在每一次的旅行出发之前，跟你这张信用卡中的保险公司取得联络，得到他们最 update 的赔偿条款的细节。在加拿大 BC 省的观众，我也帮你问询了我的旧同事，如果你觉得你信用卡中旅行保险的那个部分
保的还有那么一点不太足够，其实你是可以在你原居地当地购买 extra 的旅行保险来补足你本身信用卡保险中不足的那一个部分。下一个，我相信大部分EO的观众应该都在海外拥有你自己的物业吧。同时，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应该都会为你的物业买下一个房屋保险吧。通常这一类的保险你每年都要更新，是不是大部分人都是闭着眼睛，你的保险经纪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在你的房屋保险中有一个条款叫做 property loss 财产损失，可能是那些你用来投资专门出租的那一些物业你不会选这个选项之外，正常你自住的那些物业这一项你应该一定会选吧。选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在想，万一我家遭贼了啊，小偷跑进我家把我的贵重物品都偷了，那这个时候这个 property loss 就派上了用场。但你知不知道，在我们旅行的时候，如果你从家中带出去的那些贵重物品遗失了，也能够用这个房屋保险中包括的 property loss 来拿回你应得的那个部分。同时，EO一定要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我们要养成一个出门别忘了给自己的行李拍照留念的好习惯，特别是你的贵重物品，比如说手机啊、电脑、相机啊，丢了让你特别糟心，价格又不菲，记住你还要保存好他们的收据哦。OK， 如果你在旅行中会携带那些特别贵重的物品，比如说你的订婚钻戒，比如说你的爱马仕包包，千万记得你要定期为他们做官方的 appraisal， 就是定期为他们做一个估价的证明。如果你是在 EO 这里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说法的话，赶紧去跟你的保险经纪核对一下，在所有的条款中有没有 EO 刚刚说的这个项目，并且也可以比较一下，通常你单独购买的旅行保险中包括行李遗失的那个部分，能够赔的数字实在是太有限了，绝对不可能帮你 claim 回来这么大笔的 loss。单独在旅行保险中为你的贵重物品购买额外的额度的话，我想看完 EO 这一集的时候，应该能帮你省下不少钱吧。看了 EO 带着长者去旅行那一集之后，很多的叔叔阿姨给 EO 写来了 email， 都自称自己是与时间赛跑的旅行者。EO 真的很为你们高兴，相信旅行的魅力可以给所有的热爱生活的人增添更绚丽多彩的人生体验，同时每天都对于生活充满了希望。EO发现在你们当中有相当比例的叔叔阿姨并不是定居在海外的，而只是手持探亲访友超级签证的那一类。记得吗？在你们拿到签证之前，大部分人都已经购买了在海外生活使用的那一份保险。这一份保险可不只是那么简单哦。你在探亲旅居期间，如果你要前往别的国家去旅行，只要不在你的原居地，都可以使用，可以按照这一份保险相同的保你的内容到别的国家旅行时使用哦。所以让你的儿子女儿不要浪费钱再去额外购买旅行保险，没有一家保险公司会拒绝你 duplicate 重叠投保的。前段时间有一个粉丝给 EO 留言说，他自己就是住在邮轮起始母港所在的那个城市。我有看了你那一集保险中特别提到不建议跟邮轮公司购买旅行保险，那我现在这样好的条件下，我是不是就可以跟邮轮公司去购买旅行保险了呢？EO想告诉你们的是，已经有主流的邮轮公司开始拒绝销售自己邮轮公司的保险给某一些国家的乘客了。邮轮公司已经逐渐开始了解到自己公司销售的那个保险存在的弊端和无法协调的风险。同时，如果你执意一定想要跟邮轮公司购买旅行保险，并且你本人还比较年轻、比较身强力壮的话，为什么不拿同样的条款 Apple to Apple对比一下你原居地当地的保险公司差不多的 policy 的情况下，以 EO 的经验来看，可能你在当地购买更透明、更灵活的旅行保险来得更便宜哦。对于有很多的旅行 plan， 或者你未必只是旅行，你只是会离开你的原居地，哪怕是回国探亲的次数比较多，EO都会建议你购买全年的旅行保险，这将会帮你省下很大的一笔费用。但是有一个前提，你必须要学会如何提前 plan，
提前1整年来 plan 你下一年将要出行的计划。无论我们在旅行中遇到任何的意外发生，请你第一时间联络保险公司或者是你的保险经纪，千万不要挨到旅行结束，回到了原居地，再慢慢开始整理和收集保险公司要的那一些证据哦。这样的做法不单单只是确保保险公司要你收集的那些证据都能够在第一时间收集到，同时你还能线下当场在危机发生的时候知道你应该如何应对，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大限度的保障你的利益。那么在正式购买之下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OK， 那又为你准备了以下这一些温馨提示，无论你在你们当地是找哪一家保险公司去咨询你的旅行保险，为这家保险公司工作的专业的保险顾问，他有这个责任更有这个义务要逐条为你讲解清楚。第2条温馨提示，请你定期要做身体检查，特别是年长者，清清楚楚地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诚实填写保险公司所规定的健康问卷。有时候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选 Plan A， 可能在您这个年龄已经需要填写健康问卷了，但是你选 Plan B 的时候，他可以告诉你说选 B 是不需要做健康问卷的。大部分人的心态都想避开这一个环节，但是又想在这里着重的提醒一下，如果你对你的身体状况有自信的话，同时也做一下 Plan A 要求你的那一个健康问卷，你可能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你做了健康问卷，反而你的保险金更便宜。道理很简单，假设说65岁以上的老人家都需要做健康问卷，那是65岁做了健康问卷让保险公司觉得风险更高呢，还是那个64岁不需要做健康问卷的那一位让保险公司觉得更不放心呢？道理明白了吧？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你感觉赚到了？荷包里的钱是不是也有机会省下很多？如果你在邮轮旅行计划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希望EO可以更直接的帮到你的话，非常欢迎你写这个 email 来跟EO预约时间，EO愿意做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这一集的内容就到这里了，EO邮轮旅行活攻略，邮轮旅行路上不迷路，拜拜。